但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叫人家感同身受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不可能就是感同身受这个词汇可以直接删除，它是不存在的。这个我要跟理科太太打架咯。我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做自己，我现在就是个做自己的人。这个状态不是做自己，我做的是想象中的自己，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自己。我看到我就是真的想要赏他一巴掌，如果是他朋友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你要加油。你真的确定你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披着吗？我就是若隐若现的，等下可能讲话幅度的时候。有，我看到了，我看到。对啊，听说你换摄影棚，我就是第一位来宾。对，新的 new 摄影棚，帮你遮一下。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嗨，大家好，我是金钟中日月明薛干轩，终于来了，哇！因为我们已经2-3个礼拜没有播出了，因为我们换了办公室，但是我们的景还没到，所以就先委屈你。所以中间是没有影片的库存，是不是？我们其他的事业太忙了。老板要多懒？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定义自己？你跟小时候6岁的自己讲什么是自己？因为我认为自觉这件事情是没有终点，也没有那个什么毕业证书，就是比如说我拿到毕业证书了，这个就是答案，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在自觉。所以现在的我自己是22岁的钟明轩的这个自己啊，你才22哦？对，这个定义随时都会变，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怎么样，因为我是用22岁的角度告诉他。我就是要你从你现在的角度跟你那时候的你讲。我应该会跟他讲说，你会很漂亮，你长大以后会非常 gorgeous， 你每天照镜子都不会腻的那一种。就这样。对啊，要不然嘞，真的啊。所以你从小到大担心的事情就只有外表吗？我从小被骂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点就是长相，那时候黑，然后嘴巴又厚，是香肠嘴，然后又有点微龅牙，长得又蛮丑的，然后那时候又娘，走路内八，所以就是一定是班上被排挤的对象。所以你想要跟他讲的是不用担心外表这件事情，就是说你那时候很丑是没错，但你长大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医美，你就可以靠自己的内心跟物质上面的小改变，你就变得像现在这样子很 gorgeous， 你做到了。钟明轩你厉害呢。我也想要跟小时候自己讲，其实某方面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关系，长大之后就好了，不会像你想的那么严重。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我就会把什么事情都往最严重那边想，但其实永远事情真的很难到最差的状况，因为长相被霸凌，我跟你说，各位同学，霸凌别人长相就是一件非常不对的事情。小时候不管怎样，因为某种原因，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担心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对，长大的过程之中，大家年纪会长，但是其实他们不一定真的会变成熟。确实。所以像你经历过一些可能对我们而言比较残酷的事情，大家曾经比较这样残酷的对你，当你被这样对待的时候，旁边的人跟你说，哎呀，这可能会是你生活中的养分，这件事情可能听下去会觉得你根本不知道我当初就经过了什么。但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叫人家感同身受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不可能就是感同身受这个词汇可以直接删除，它是不存在的。我讲述我的故事，我不能批判你说，我的故事这么凄惨，为什么你没有哭？为什么你的表情看起来很还好？就没有办法，因为那是我的故事，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像我之前有出书嘛，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它现在反而变成是这个故事变成是我的工具。它是我可以去演讲我艺术的一个小小的工具，把它变成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就算你再怎么不想要，你就是会被你的原生家庭所影响，你就会一直觉得我不想要成为我爸爸这样，我妈妈这样，可是莫名其妙的，你就是因为被他们带大的，多多少少得到他的影响。我一直说我不想要像我妈那样，可是我越活越觉得怎么办？我就是像我妈妈那样。因为我现在跟我的原生家庭已经没有联络，但根据我的回忆，因为像我妈妈她以前是做美发的，小时候有一段记忆我是断掉的，然后就是没有人尊重我，没有告诉我后续的事情是长怎样。我差不多5年的时间是被我阿婆，我是客家人，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我叫阿婆，被她带大在关西。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有一段的记忆是没有爸爸的，也没有妈妈，是阿婆。然后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爸爸之前就是有负心过，然后我妈妈就是自己做美发嘛，然后要带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姐姐要带姐姐，她没有办法同时带这么多人，所以我是被阿婆带大。那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心路历程是长这样。那小时候我妈妈是确实对我比较好一点，我姐姐是非常会读书的人。
人。对比就是我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在那边做星梦。我小时候就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只要是爸爸妈妈的饭局，我都说我小时候要当明星什么的，他们都觉得我就是那个童言童语。刚好那时候就有拍影片，然后就有小小的在网络上面串起来这件事情。然后多大？12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YouTube 才刚起来，连网红这个词汇都还没产生。那时候大家就说什么网络名人之类的，然后就拍了影片，后面就越来越多人知道。爸爸呢，他本身是不会用网络的，后面是因为同事说你儿子在网络上面 po 这些不男不女的东西，唱歌那么难听，然后在网络上面哄你做父亲的不会去管教你的儿子，你这样也很丢脸什么的。爸爸是不会用网络，他听了朋友这样讲，才自己去主动搜寻。他发现底下的人不仅骂我，还骂到我的家人，所以那时候我爸跟我妈就吵架，吵非常凶。然后我妈那时候本身就有忧郁症，再加上她跟我爸感情就有点状况。到某一天，我爸跟我妈就吵架了。我的视角里，我爸跟我妈很常吵架，我妈很常跟我爸一吵架，他就去回他娘家去找他自己的姐姐。然后他有一次也是就消失了，差不多2-3天，我也不以为意。他有一天铁门打开来，他就回来，什么也没有跟我讲。我那时候就好像在打线上游戏，他抽屉打开来就放了东西进去，关起来。我记得有这个行为这样子，他就出去了。没有想到他那一天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然后他在抽屉放的是遗书。这个行为太稀松平常了，因为那一个抽屉是工作的那个找零钱的抽屉，然后放一些文件的，所以打开来放东西，我就看到我也不以为意。后面我才知道他放的是遗书。然后我爸爸想到就是说，好像我妈妈消失的有点太久了，跟以前的经验比起来，真的是好像真的太久了。他就二话不说就开车出去我们家附近那边找，结果就在那个龙潭大池的路边停车看到我妈的车子。他二话不说，他就打电话叫消防队，不知道是警察消防队来，然后他们一到现场，我爸就说就直接去捞。那重点是龙潭大池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说你要确定哦，因为如果到时候捞到没有东西，是你要付那个人事成本的。我爸说你就是捞就对了。那个单位也就是去捞，结果就是真的就捞到我妈妈这样子。然后一捞到之后，我当下得知这件事情是在家里，这电话响铃铃铃铃，我就接起来，一接起来是我舅舅，我就说喂，钟明轩，你妈死了。我就是哦。我说你妈死了，你怎么态度这么冷淡？我说哦，然后我不知道他回什么。他说等下会去载你，然后你赶快回来外婆家。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就全部人回外婆家这样子。12岁的我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的那时候心态是怎么样。Maybe 我的解读是我没有 before 跟 after，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过世，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情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告诉人家说我现在情绪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没有人教我，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哭，教我怎么难过，我就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弟弟这样子。结果就开始办丧事啦，用法师那边来，然后家里摆灵堂，我就那边折莲花，我全程都是淡定的。然后那时候身旁的人亲戚进来都哭得稀里哗啦，我就在淡定看着他们，我就像一个旁观者。然后身旁的人给我很多的评语，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拍影片了，家人对我有个谅解，然后我又态度又这么淡定，然后身旁的人就说：“你妈妈以前对你那么好，这么疼你，你妈妈过世你怎么连哭都不哭，然后连就是在那边折莲花，连话都不讲，感觉好像你家里没死人一样。”然后我当下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有一个流程是要从殡仪馆把遗体放在那个什么要送回家，然后那送回家的过程呢，就放在一个箱型车。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坐在我妈妈遗体旁边，然后盖着布，我就在开车的过程中，我就是这样子看。可能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这里面是谁呀？我一直很想要拉开来确认这样子。可是心中另外一个我也知道，翻开这件事，这个行为是很不尊重死者的，所以我那时候整个过程我就是很复杂的心情。就一到家里呢，有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说叫妈妈回来哦然后叫妈妈回家喽小心过门哦，就是要喊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喊，法师就把妈妈的骨架拿下来，一拿下来我就这样子看没有3秒，整个就泪腺就是大喷，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就大哭到不行。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的心态是怎么样，因为确实灵堂上面的照片是我妈妈，我在折莲花，我也知道妈妈过世，可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哭？身旁的亲戚，然后我爸的朋友也是我妈的朋友，就拍拍我的背说：“明轩哭了，就终于长大了。”这样子，所以我当下听到这样子的话语，看到的所有的人我都非常的恨，我就告诉自己，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像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后面就上大学之后，我就自己搬出去住了。
我觉得不管是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其实大家第一个反应会先是觉得那是真的吗？可能你接收到这个讯息了，可是你的心不觉得妈妈真的过世了，直到你看到你妈妈的遗体，你的情绪才真的满出来。这些长辈其实也真的，我觉得不应该用这么外在的东西来评量人对人的感情。没错，会不会哭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我难过不一定要用哭来表达。对，心中的各种疑问，你一定有很多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当你大脑里面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很深的这些感受，你像你刚刚形容的，我听起来好像是你才刚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10年了。对，我在讲到整个一下点流汗在热，还是你要就直接把它停下来？先不用。然后后面还有一段故事是，我长期一段时间，我爸就只有旅行，就是每天给我早餐钱的义务而已。这个心态，我自己的解读是，我爸把这一件事情，这个死因怪在我身上，他可以比较好过一点。但我跟我家人都知道死因是什么，那我也不想要多说，但他可以把死因放在我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明轩拍了影片，被网络上很多人骂，然后我妈有忧郁症，然后我妈妈才会做这件事情。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得到一个慰藉，所以我爸是有表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才这么说。那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谈话，每天早上他就是放100块在桌上，回到家也不会有任何的谈话。我受不了，我大学之后我就自己出去住，然后到前阵子就是有发我的影片，我知道我就跟我爸就是大吵架，然后因为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了，也蛮美满的，所以我也是在这边祝福他们。那我现在就是没有家的状态，但我自己是有家的，我一直妈了我自己住，然后我自己心理素质我也认为够强，所以我是可以自己 cover 这一切。所以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的？自己出来开始住之后，然后开始看一些有关于心理学的书跟哲学的书。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出来住的时候，我情绪快爆掉了，因为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照镜子，为什么这个东西叫眼睛？那为什么我会存在？在有神论的人的视角里面，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物是上帝创造，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些人，包括我？我那时候每天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把我自己关在家里很久，因为我始终找不出答案。差不多到前阵子，我就找出了阶段性的答案。因为我们的教育环境都在告诉我们有因才有果，为什么这个人会杀人？为什么这个人会放火？一定有什么原因？原生家庭啊，爸妈教育不好啦，或者他一定有忧郁症啊，有怎么样。所以长大之后，我的思想就会变成有因才有果我会去想为什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后面发现，其实把这个东西摒弃掉，我就是存在在这边我就在这边跟你们讲话什么的，我只要专注于当下的事情，不用去想那些没有解答的问题，我会比较快乐。所以前阵子我才走出来。我也在这边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跟你后来问自己为什么有存在这件事情有关。在我从小到大的教育环境里面，可能做对了什么事情会被鼓励嘛，自然而然的这个逻辑就会变成因为你值得所以你存在。长大之后我花了一些心力，就像你刚刚消化出来的有因才有果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它就是因为你就是一直因循着这个逻辑，所以你会走不过去。对，就像一座山，像一片海，像一只鸟，并不用因为我这个人觉得它有价值所以它存在，它存在就是因为它存在。对，我后面就是这样想，只要去感受它存在后面带给我的感受就好了，不用去想为什么它在那，会活得比较快乐。人因为存在所以你存在，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好孩子，人家才要爱你；你做对了这件事情，人家才要爱你。其实都会蛮痛苦的。对，根本就不应该要有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要相信无论如何都是被爱。这件事情很难，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就不是这样子被对待的，所以他会自然而然的用这样子再去教育下一代。因为有人会问我说，那所以说你就不要求你的小孩要可能做完他应该要做的可能家庭作业？我必须在教导我小孩的过程之中一再的跟他讲，就算我现在生气我现在生气，我现在是红色，我还是爱你的。我会一直要跟他说，分开的都是分开的，你今天不管做什么我都爱你。我会让他知道我再生气我都还是爱你，这样他以后才不会为了要讨好别人，他才不会为了因为怕人家不爱他而去勉强自己，或者是做一些
背叛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像我们讨论到原生家庭，讨论到我们可能被照顾的方式，这些东西都在无形之间潜移默化的好像在告诉你一些怎样可以得到爱的方式。但我想要讲的是，你不需要刻意做什么让人家来爱你。没错。你知道我最常收到什么私讯吗？明勋，我要怎么做自己？要怎么做像你这么样这么自由的人？要怎么做？我听到这个头都很痛，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在做自己啊。像有非常多艺人或者什么，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自己。我看到我就真的想要赏他一巴掌，如果是他朋友的话，因为做自己是不需要教的，而且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要一开始要。因为像我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到30岁我才知道，慢慢知道什么叫要做自己，因为我连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连自己是什么形状，很多人连自己是谁确实都不知道。所以我建议在想要怎么做自己之前，先认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你才有办法觉得这个是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我要跟理科太太打架咯，因为我的理论跟他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认为，譬如说像我在这边跟所有观众讲说，我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做自己，我现在就是个做自己的人。这个状态不是做自己，我做的是想象中的自己。Why？ 因为你在做自己的当下，你不会有感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做的已经是自己了，你怎么会去感知到你在做自己这件事情呢？认识自己，我认同，你确实要认识自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自觉它是一个没有终点，它没有一个结束，没有个毕业证书到了那个点down，然后毕业证书。自觉是你只要活着，自觉不会停止。所以当你认识自己完之后，那个阶段你认识那个阶段的自己，你后面去做了你自己，你是不会有感觉的，它是非常自然的。比如说我从小我被教到生理性别叫做男性，它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了。我直接走到一个公厕，我不需要站在门口想说，我生理性别是男性，所以我要去男厕。我不用，我可以自然而然的走进去，因为我就知道我是男生。我在做自己的当下，我确实不会感知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当我身旁的人跟我讲说，我这样的行为就在做自己啊，我说你做的是你想象中的自己，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你要加油。可是我讲的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太不熟练，我必须要操作几次之后，它才能你是需要 SOP 的。我不是，就是这件事情我不熟练到我必须要先帮自己做练习。举个例子来说，我妈会跟我说，孝顺就是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一开始会他说什么我做什么，第一个 stage 是这样子。那再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这样做我不开心，我不想要这样子。第二步完全不听他的，我想要干嘛我就做干嘛，但我还是不开心，因为我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到的第3步，我了解到他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那我是用我的价值观做我觉得对妈妈好的事情，我对得起自己，过得了自己那一关就好了。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我自己旁观者，我自己都看到了，有非常多人说你变漂亮所以是不是相由心生？你相信什么，你就会长怎么样？我觉得真的跟心境有关，比较贴近自己的。以前在美国照相的时候，摄影师给我的一个评语就是很 obscure， 我现在才知道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几年之后，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摄影师捕捉不到我这个人。摄影师这么会用灵性切入所以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我想说什么意思？妈妈会跟我讲很多东西，我就会全部把它吸收下来，我以为那是我。比如说讲白一点就是什么，亚洲的爸妈太吵啦，大家叫我们这个年代叫我世代，是不是？是吧？可能我们差一个世代啊，先不要哭。现在我觉得慢慢有好转，但以前他们那个教育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认同。那也是他的上一代在这样子教他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身为爸爸妈妈，是我们这一代，你确定我跟你同一代哦？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尽量挡着我们的上一代，然后跟下一代说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上一代常常会喷出一些很可怕的话，比如说你再这样子我就不喜欢你了，超爱情了，情了，所以就你必须要说没有。但是不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你才会知道？我觉得是因为我不够成熟，所以我必须要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可是一些比较容易顿悟的人，他可以在还不用当爸妈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当我能理解你只是用你的方式来爱我的时候，我就突然能接受他的爱了。开了嘛，我可以理解，但一定要经历过一个过程，你不可能当下马上说好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但你不要口气不要这样子。当下不可能，一定就是直接吵。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讲说，
具体来讲，照顾自己到底是什么？照顾自己就是先从了解自己开始。那怎么了解自己呢？我自己推荐的方法就是独处。我看到有一些我觉得很成功的名人说，你只要了解自己，然后什么爱自己什么什么叭那种心灵鸡汤，我就真的去做。然后我就发现，我做的当下，我已经有设立一个目的，我要去爱自己，它是一个要实践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去做。可是我在做的当下，我在期待那个结果来，可那个结果根本就不会来，因为它不是自然而然去做的。所以我推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工作，你是学生，在每一天的小小的空闲时间，你塞一个空闲时间进去，每一天塞进去之后，你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嘛，你就习惯你的生活步调是这样子，每一天都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 ，maybe 你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去吃饭，自己去书店逛逛，随便你想自己一个人干嘛就干嘛。然后你久而久之，你的心态你就不会是一种我为了要去独处。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当一个高质感的人类，或是我的目的是要变成成功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目的的东西，因为你已经习惯你每天有这样子的时间是独处的，所以我很推荐现在在看影片的人可以试试看。你自己有独处的时候吗？上厕所不算哦，蹲马桶也不算哦。睡觉、洗澡、刷牙。啊，你没有呢？我跟你讲很难。你有小孩，你去试试看读书，你连上厕所他都会进来看一下。天哪，当妈妈好累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奢侈，可遇不可求。所以你现在好好的珍惜现在可以这样子的时间。现在对我来讲，独处只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我今天坐在车子的后面。对我来讲，只要我能静静的看着窗外想事情，那就是一种独处了。我不奢求我身边都没有一个活的生物在。因为会要独处，是因为可以安静，你不需要被请了。就算是跟你再好的朋友，你不需要去知道他存在那边，然后你需要跟他聊天什么的，这些都摒弃，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你可以平静，甚至是旁边没有声音，很吵也没关系，因为要吵是别人在吵，你自己是安静的，你会觉得很舒服。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多花一点时间看看自己，看看自己，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哪边需要被照顾了。照镜子，有一些都市的人他不会照，他是突然你叫他照，他会看到哭因为他会忘记自己长怎样。那我自己是每天都照，我就会发现，今天长得好像跟昨天有一点点不一样，而且这个微小的发现是只有自己才会知道的。有的时候照镜子会觉得怎么今天这么丑，可是突然有时候照就觉得，今天好像感觉还蛮漂亮的，或多或少会反映其实你最近的心境状态，或许可以从这边。回去看最近到底过得好吗？我会问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可是我现在也开始会问嗨，你自己今天过得好吗？但是我不会讲出来，因为太奇怪了。那嗨，你今天过得好吗？我过得不错。那你问我，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还没过完，你问我干嘛？所以想办法花点时间照顾自己吧。不是有人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疗一生，不幸运的人用一生治疗童年。我不觉得我们要去讲它是幸与不幸，因为我们都就是得接受我们这一路以来的经历，不管你想不想要，已经发生了，就接受这件事情。对啊，接受完之后，多多看理科的影片，或是多看我的影片，要好好的成长。那记得大家想想，坐飞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大人先把氧气罩戴好，之后再协助旁边的小孩。大家今天看完这影片，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你每天在过日子的时候，先把自己的氧气罩戴好，再去看其他人。你今天去管你好朋友分手很难过，你去陪他的时候，你先看看你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很励志，请出书好吗？理科太太请出书。我没有时间，记得要读书。谢谢明轩，希望你可以继续美下去。我们这个 Oh my god， 燕窝酸益生菌，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到 IG， 然后一点进去想说，理科太太最近长得还蛮漂亮的，想说买看。你看益生菌我真的非常需要，因为这可以在你肠道直接分泌燕窝酸出来。你有在吃燕窝吗？燕窝就是吃它的燕窝酸。I don't care， 反正就是同志非常需要益生菌，尤其是0号，辛苦我。ending 在这里，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